人的大脑天生可以分辨近千万种颜色，但我们对色彩的理解却来自不同的文化约定。在中国，色彩拥有强大的能量，甚至能影响天地轮回、人间秩序。历史把这套文化密码传递给今天的人。我们将要去打捞的，正是潜藏在每个中国人头脑中的色彩传统。出发之前，我想提一个问题：如果选出中国人的国色，您会投给谁？苏州丝绸博物馆的库房第一次为我们打开。这些藏品的主人曾经拥有无上的权力。专家说，堪称顶奢的织物中，藏着一种中国最贵的颜色。我的本行是摄影，自以为对色彩很敏感。到了苏州才知道天外有天，当地有人竟然能裸眼识别近万种颜色。太湖之滨从明代开始一直向京城输送一种高定服装的玉质件。背面看，它是一片乱糟糟的彩线森林；正面看，每平方厘米有200多个色点，组成像素的方阵。这就是缂丝，色彩最精细的手工织造品，至今还不能被机器取代。再拿个比这个黄再浅一，再浅一号。这个，这边再拿个再深一点的，这是龙角，好都有了。黄也有好多种黄，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像以前不行，10几年以后才自己才有自信的说 OK 没问题了。今天开始，福霞要做一件龙纹缂丝。她要先根据色彩的浓淡变化，选配不同的丝线放进梭子中，一色一梭。在织机上，梭子就是福霞的画笔。绘画中一笔勾出的浓淡，缂丝得靠人工分解成无数的色块，一点一点织成。我们当然最关注的是黄色。这种弟子的缂丝在古代
只供给身份最高的甲方。在没有化工染料的时代，人们从植物色素中获取各式各样的黄。无论是黄中带赤的蔗黄，还是灿如烈日的明黄，对普通人来说那都是禁忌，只有皇家才可以使用。为了让黄更加夺目，还可以搭配金色。金色丝线在孔雀羽毛的辉映下，散发着炫目的光芒，像太阳一般明亮不朽。末代皇帝溥仪曾经回忆，黄色从小给他带来唯我独尊的意识。那么，为什么黄有这样的能量？事实上，青、赤、黄、白、黑5种颜色被中国人认为是天地轮回相生相克的法则。它们曾轮替成为中华王朝的主色。黄被圈定为皇家的专属色是隋唐以后的事，但帝王不过是黄的追随者，却不是黄色力量的源头。2个月后，福霞的创作已经接近尾声。这批女工从事缂丝之前，生活在中原农村，她们眼中的黄最初来自土地。丰收、饱足、温暖，黄代表的一切，让它成为中国人心中最贵的颜色。好像这个龙是从这个云里面钻出来的，跳出来，对，钻出来的。老朱女儿结婚的时候没做，等宝宝生下的时候做。做缂丝的人家里边都没有缂丝，像你1寸缂丝1寸金呐。龙纹缂丝终于完成。如果在古代，它会出现在明黄的布料上，象征和代表着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然而，有一种色彩力量比黄色还要强大，就连帝王也无法独占。接下来的这位导演说，最初接触的时候有些难搞，靠着打感情牌才勉强答应了我们的拍摄。华哥，香港每个隐秘的角落都有人邀请他上门做同一件事情。这全部都是我写的。
佢全部我寫㗎，包括那邊那些都是我寫的。這個招牌是以前我30年以前寫的，這個世界幾細啊，紅的居多，希望做生意做得大紅大紫啊，都是喜歡紅色。一支筆寫出一座城，我們非常想稱華哥一句大師，可是街坊鄰里就叫他寫字佬。你想我收你平啲或貴啲啊？得冇問題啊！你定咗嚟，定咗時間啦，咁我會覆你噶嘛。寫字佬的生意全靠紅色的幫襯，我們也可以稱呼它更古老的名字——赤色。考古學家推測，3萬年前山頂洞人已經在使用赤色。透過它看到血液和火焰，相信赤有驅災辟邪的強大力量。時代變了，赤改名為紅，但我們似乎還是那個洞穴裡的原始人，依然把這種能帶來強烈生理反應的色彩當成自己的許願神器。香港街頭招牌的厮殺中，店家必須請出最強大的顏色，才能碾壓對手。視覺的刺激，紅可以提供；生活的匱乏，紅可以滿足。依靠商業社會發財致富的世俗祈願，紅，我們最強大的護身符，在新的時代，人設不倒。呢個你寫嘅係嘛？係好靚，好靚，好靚，好靚。係靚唔靚咯？即係任何嘢人端自正，你唔端正嘅話，你寫個字就唔正嘅。上世紀70年代，華哥從大陸來到香港，幾年後開始在博蘭街擺寫字攤，許多像他這樣的人借紅的光賺到了第一桶金。今天手寫招牌的只剩下華哥了。有書法家羞於把自己的字掛在街頭，但華哥說，一旦換上紅色，字的身份就變了。不能夠謙卑於寫一種字的，你隨隨便便跟你寫，你不如找其他人。我不能夠說是最好，但是我沒有碰到一個比我強的。我們節目的片頭書法也來自華哥之手，但風格截然不同。象形的漢字可以遒勁，也可以娟秀，紅色只是讓它的表現力加倍。張蚊我唔認得你啦，靚咗咁多啊！香港的電影 poster、電影海報啊，戲裡面的道具都是找他寫的。我去北京寫扶搖啊，內地好多書法家都不服氣的，看不起我無所謂，一說爬上去，看都不看，心中有數，那個位置寫2個大字扶搖，哇，原來那麼厲害啊，好多圍起來，你越多人看我，越看不起我的話呢，好，給你看。從華哥的字裡，我們好像能看到一個時代的精神勁兒，昂首信梅，敢打敢拼。往事只能回味，樂觀地接受。香港，我曾經多次在這裡拍攝，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紅的存在。走在油尖旺的霓虹燈下，我想，這片商業叢林有這麼多需要勇氣的人，因此紅色才會像心臟一樣跳動在這座
璀璨的大都会中。如果说黄和红是中国人的自我认知，青花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色彩名片。这种蓝白配色今天过于常见，难免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有一点审美疲劳。但色彩顾问告诉我们，要想理解青花，其实是很有门槛的。天水之蓝，草木之绿，在很长时间里被我们的祖辈用一个字来形容：青。它是中国审美最独特的疆域。青在大自然中随处可见，但作为色彩原料却极为稀少。我们要在景德镇找一位跟色彩原料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高人。向导再三告诫，房间里的物件不能乱碰，否则会被逐出大门，因为它涉及青花瓷色彩的核心机密。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那个古代的陶瓷釉料灿烂辉煌的那个成就显现在今人的面前。从小就把那个原料就认得很清楚了。这是祖传下来的100-200年的经验，我们要保密。我们这个东西是留给子孙吃口饭。曾经有人想买我们配方，一个釉的配方10万20万买，我们也没有买。每一个不同的编号蓝都不同，我现在就是这个编号已经到了200多。对碳水方面已经在景德镇，掌握瓷器材料秘方的人不是很多，孙志清是其中一位。为了解释清楚这种颜色，老孙说还得从挂釉跟我们说起。早在近代，景德镇流水线的工匠们已经和老孙一样，熟练地给瓷坯挂上釉料的外衣。烧制后的釉色中会泛着绰绰轻影。影青瓷有了，那么釉下的花又在哪里呢？这必须说到一捧来自波斯国的苏麻离青。古料矿石一旦研磨成墨汁状，中国人无需使用说明书，天生懂得它的妙处。依旧是水墨的笔韵，却能在瓷器上作画。只是不同的料烧得青，是有色彩鄙视链的。这个秘密只掌握在像老孙这样的人手里。按照老孙的推荐，我们去了一家临摹古代青花的瓷窑，看一看他们究竟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青。
闪耀着宝石光泽的古蓝，模糊晕染，散布着铁锈般的瑕痕。这不是烧制过程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骨料中天然掺杂的铁元素，让每一笔青都有独属自己的变化。所以，青花不是简单的蓝和白，它是轻盈的釉，定格下自由鲜活的蓝。听说在古代的外贸沉船中，青花这抹象征中国的颜色，仿佛刚刚装进船舱，崭新而永恒。永恒的反面是短暂，但中国人擅长把短暂的东西用永恒的渡船运达彼岸。桑叶出生，由嫩黄转为嫩绿，那是一种短暂的生命之色。鲜嫩的植物叶片被桑蚕转化为丝线，古人缫丝、浸染，再用纺织把这份生命最初的底色凝固下来。酒曲，酿酒风味诞生阶段的微生物，也有肉眼难以察觉到的同样色泽。古代中国人用香叶命名这种颜色，这是独属于东方的传统色。用厚重注解生机，用永恒诠释短暂，是对时光稍纵即逝的挽留。这份色彩不止于我们的眼睛，还在唇齿间千回百转。君瑶刚刚结束蜜月旅行，虽然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但在工作间隙，他还会抽空回老屋看看。泼水成冰，这谁做的？我做的，这就是我啊。烧鹅来了，很好玩。那边有下雪，那边冷。你这个玩，我觉得怕你个人来讲，那你有不有安全的地方？有啊。君瑶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了20多年。我爷爷13岁就开始做漆，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的话是也去外面有上班，平常休息的时间帮忙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看还能学到什么，再学一点。跟着他学习，我也是挺开心的。80多岁的邱爷爷和仅剩的几个徒弟，照料着这间传承100年的老漆房。漆，植物用于保护自己的一种树枝，接触空气氧化后会变成半透明的棕色。君瑶给我们打了个比方，漆的色彩和植物一样，也是养成系的。
通过反复晒制、搅拌去除杂质，加入铁元素，颜色会随之厚重，直至深黑。温暖潮湿、气候变化不大的地方，适合做漆器。邱家所在的福州是行内人口中的漆窝子。做漆有低温很难，过程太多，20几遍，有的30几遍。我做到现在4代了，这我第1代的人死光了。人到了邱爷爷这个岁数，对时间会有独特的感受。我想，一个文明如果足够古老，或许也会如此。就像中国人会认为，黑和水一样，是天地运转的一环，是时间和宇宙的原点。黑在物理意义上原本是光的坟墓，然而，漆的黑经过邱爷爷的手，质感更加细腻的同时，漆分和漆煤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漆膜，从黑中诞生出柔和的光泽。黑与红，西方宗教视作地狱和魔鬼的配色，但中国人认为它们是世界的阴和阳。在漆器里，我们用黑压住了红色的张扬，透露出含蓄的溜色。这种色彩也是昼夜交替、阴阳交割时黑中透红的天象，中文叫玄色。作为和漆相识最久的国家，我们这样认识黑，它令人敬畏又如此亲切，它是我们对宇宙最初的凝视，也可以是手中温暖的碗筷。金瑶，爷爷这个哪时候你结婚呢？你带回家，你以后有家要，你再回来拿。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每年快过年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出去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就算是很贵，他也不会说什么。他怕别人说他老，我就去扶他，他都是跟我说不要不要。我们和君瑶准备离开的时候，徒弟们已经下班，邱爷爷还在那儿摸索着那些他一手带大的碗盘。那个皱子呢，还是釉呢，还是稍微暗一点。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颜色可以代表中国？摄制组陪着福霞第一次走进他古代甲方的家。这座帝王的宫殿，无数平凡的人汇入其中，
不过是刻丝上那小小的像素点。现在都变了大人了。但正是无数的像素点，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色彩。关于中国色，古书里说，5种正色规定下抽象的秩序，人们按照写定的方式生存。我想，或许答案恰恰相反。最初，色彩只是记录下了人们曾经的生活，然后生活穿越几千年的时光，凝结成了中国的颜色。